嘿，大家伙儿早喽！3月20号星期四了，今天是去无锡的日子。下午的飞机，差不多下午4点多就到无锡了。今天轻松跑得短，现在已经准备绕圈就回家了。今天正好第4个训练日，我们回评论。今天少跑一天，就按说以往我的第4个训练日可能最少也要16以上。今天少跑一天，然后明天后天可能都会有轻松的晨跑，一会儿咱们具体说一说好吗？看河里都有鸭子了，但是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气温只有零下1度，都快4月了，不明原因。但我那次就在这儿摔的，你们看这个急下坡，这急下坡，然后它这个柏油路这儿是稍微有点凸起的，到这儿的时候绊了一下，就栽下去了，一直滚到了这儿，然后仰面朝天，然后边上一骑车的一位日本大叔过来问我大丈夫ですか，问我有没有事儿，我跟他摆摆手，因为我就算有事儿，我也跟他说不清楚，门牙磕掉了半个。那天给我摔坏了，摔坏一件背心儿。先是关于无锡一系列的安排，有好多观众也问，也有私信问，我都回答过了。就是这次应该不会像大阪那次有一个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早餐跑了，因为我确实控制不了局面，真的挺抱歉的。但是，超过了我的能力边界。大家见谅，我们就偶遇。我住在离那个离湖公园不太远的地方，好像是离湖公园和起点之间某个位置，所以明天的晨跑肯定是住的地方的附近，可能还要拍一拍这次回去新拿到的衣服，然后后天早晨会参加朋友的早餐跑活动。应该也是没有完全公开的，我司机给我让了一下，他挺快的，挺不好意思的。然后领东西去博览会是周五去，周五中午吧，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咱们所有的偶遇可以放在起点，因为起点是这样，进到只能全手进的区域之前，应该家属会跟着我，应该会跟着我拍拍第3人称的画面，所以比较好认。我到时候把穿的衣服提前发出来，实在抱歉了大家。但这个跑步服务站，我第2次来大阪旅游，那时候已经开始跑步了。就是在这个跑步服务站存的衣服，然后这儿就是大阪城，看。然后咱们回评论，前2天说碳水超补，然后也是有小伙伴有各种的方法和建议和自己相信的方案，都特别的对。就是我以前就像那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我也是相信一种方案，然后尝试一种方案，然后经过了很多年又尝试另外一种方案。我到现在也不能完全就说谁是肯定对的，谁是肯定错的，因为有一个观众的评论说的特别好，就到最后好多东西都成玄学了。对，我还是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我是比较倾向于不可知论者。就我觉得好多东西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我现在觉得赛前的那个断碳太痛苦了，所以就像上次节目我说的那样，我不断的。有小伙伴说的特别对，说赛前断一段时间是为了给就是赛前那2天的超补留点体重的空间。说到体重这个事儿，这是很认真的。有一位教练跟我说过，之前大家可能无意中分享过，就是赛前的3天就别称体重了，
忍住，就你手边有一秤都别称了。所以异地参赛我的体验就比较好，因为没秤。你要是在家参赛，有时候一称焦虑。相信我，您从今天开始就别称体重了，想怎么吃怎么吃，别吃大鱼大肉就行了。所以你说有用吗？可能我也不好说，我也不好说，因为这东西没法有一个简单的测算，大家就开心就好。其实几年前我那样做，我是开心的，就是我觉得我在苦其心志。那现在不行了，现在心智苦一点，觉得可苦了。然后有一位小伙伴问我这2年跑姿调整的心得，我的回复是我从开始跑步到现在，从来没有刻意调整和模仿过跑姿，从来没有，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个是训练和锻炼的结果。这就跟有人说啊，你要前脚掌着地，但是你想想，你别说前脚掌着地跑步了，你前脚掌着地走路试试，你的脚踝、小腿有没有那么大劲儿把你支撑起来？那不等于每一步都在办体种吗？对不对？这些东西不是说我说这样就可以这样的，包括我的步幅问题也一样。所以我都是本着顺其自然的原则。你说如果我努力的去专项练习去调整，有没有可能能有比较或者有一些进步呢？或者有一些改变，不能说进步，我猜想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些事儿就你永远追求不了那么完美。如果你一定要追求完美的话，可能会错失好多其他的风景。就留一点点小遗憾，可能留给未来的机会，也可能留给什么时候的努力吧。然后下一个，我小伙伴建议我试一双安踏的鞋，说适合步频选手。就现在试鞋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能选择相对不太贵的鞋，因为我比较费鞋，这是第一。第二呢，实话实说，随着这2年频道的增长，是会有品牌的送测或者是怎么样，所以现在鞋还是略微有盈余。这次去无锡，不出意外的话，如果没有什么跟我不合适的问题，的话，应该比赛穿另外一双鞋。现在就是这样，我也特别希望能多试试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咱们再找机会。不过我这11年跑过来，其实我挺同意这位小伙伴的观点。如果您现在在跑步的热血期，经济上又还可以的话，可以多试试不同的鞋，因为跑多了以后就这种感觉就那快乐感就没有现在想要的时候那快乐感那么大了。小伙伴们，看那边的太阳。有一位朋友评论说，这2年加入跑团突破了我的瓶颈期，我觉得说的对。在北京那3年，其实是，如果现在再问我，我觉得其实是我的入门期，带引号的入门期，就是我从锻炼变成训练，增加跑量，变得规律，然后知道全力以赴的比赛是怎么回事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有2个，第一个是强的时候还不够强，第二个就是眼界不够开阔。那时候其实没有和真正特别厉害的人，当然我们认识特别厉害的人，比方那时候认识马老师啊什么的，但是只听说人家的训练，从来没跟过。刚开始周3跟大家跑早训练的时候，我觉得好快啊，尾灯都看不见。那现在能看见了，是吧？它这就是不一定是，如果你让我自己这样跑，我可能永远都看不见。这就和世界纪录似的。你说2018年基普乔格201了，
之后你看这几年，有一年伦敦，好像还是吉普乔格是冠军，还是谁是冠军？然后跟着的几位20多岁的年轻的跑者，好像有2位还是3位的2021、2022开头，都是以前的世界纪录，而且是大破以前的。这就是，其实就可能有时候就差这么一点儿。哎，看这消防队这儿特别逗啊！昨天火灾，大阪市内昨天有2件，本年累计181件。急救昨天787次，本年累计57774次，哦，不少啊。然后就是有一个小伙伴说，高驰的手表我跑怎么没有就左右平衡这些？还有小伙伴说那个泡带绑在鞋上，距离好像出了点问题。现在我给各位的建议是，首先想要有动态数据，就是这些左右平衡什么的，得有一个传感器。如果您是佳明的话，就是佳明的那个胸带、心率带，或者是那个别腰后边的那个 Pod， 高驰就是那个2代的 Pod。还有就是，如果您是双频的 GPS 手表，就高驰的 Pace 3以后的手表，或者是那个 Apex 2 Pro 开始，在之后的手表。用那个 Pod 就不建议绑在鞋上了，除非是室内，就是或者是 GPS 非常差的地方。那绝大多数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户外运动都建议绑在腰上，这样获得的数据，就我个人认为会更有意义。然后我已经停表了，今天就跑了不到8公里，就轻松跑，调整一下，一会儿就吃早饭去机场了。节目看看去机场之前能不能来得及上传，来不及就只能中午在机场上传了。最后小伙伴的问题是我最近和未来的训练和比赛还有各方面的规划，因为知道我今年实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可能算是一个中长期的小目标了，大概有这目标有4年的时间，在大阪马拉松跑进了2小时40，但是其实之后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还是想追求更好的成绩，这是肯定的，只不过可能心态更平和一些。然后就是比赛的事儿，4月6号那场地赛没戏了，那个我弄错了，没有交钱。他那个是这样的，你成为大阪陆上竞技联合会的会员之后，收到一个电子邮件，里边有个 PDF 里是各种的，有2密码，一个是单独的一个密码，一个是用户名密码，你得靠这2组东西登录到大阪路联的网站去报名，这都没问题，我也报名了。但是报名特别简单，就填一个名字、生日，最基本的信息。因为你有靠密码进去的吧，然后你一点，哎，你就发现，在这场比赛的下面出现了你的名字，然后我就看就没有下一步操作了，然后我就没再管，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太好意思去问大会员先生，然后后来昨天问了问，他发现有问题，我回去仔细一看，就是那个有我名字的那个地儿左边还有一个选择，那按钮就叫选择。我说那什么意思呢？我点上去一看，右边是我的信息，然后仔细往下一看，有一个1250还是1210日元的一个标志，然后也没有交费的按钮，它没有在线交钱。后来我弄明白，我又读它那个网站的最外，就是首页最上边的那个有一个 PDF 的链接，进去看怎么报名比赛。说的是就是你选完比赛以后，填完表就填完你的信息以后。然后呢，你要去银行给这某一个账户汇款，汇款的时候要备注你是谁，你跑那场比赛。哎呀，已经错过汇款时间了，但是我已经买了2代的 Dragonfly， 不是 Elite 版本。所以这次我也弄清楚了，不是 Elite 版本跟普通版本有什么区别，就是 Elite 版本是那好像那钉是不可拆卸的，普通的那是可拆卸的。买的普通的。那怎么办呢？我求助大会员先生，大会员先生说你别着急，说那个比赛啊，大阪路联那个，对人的要求太高了，就其实只有4月份这2场我能报名，之后的比赛都要求5公里15分半以内，都不是16分，是15分半以内，那我也去不了啊，所以那个意义不大。他说介绍我昨天说那个 Masters
就是 Masters 大阪 Masters， 它也是一个田径联合会，就跟大阪路联差不太多，就是同样的东西，他们都是在那个 JAAF 以外又包了一层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有好多比赛，说那个比赛要求就简单了，那个比赛5公里要求的关门时间，我们不说5公里，5000米要求的关门时间是30分钟。大和元先生说那个比赛普通人参加会比较多，说我去还有可能能拿到名次或者拿到奖。哎，我说好啊，然后昨天就去登录那个就跟路联不一样，路联好歹是在线付钱的，那个就是你下载一个 PDF 打印出来，然后填表，填完表以后呢，还是银行汇款，然后呢，那表上你还要写你是哪天汇的款，然后在汇款单上也要写你是谁。昨天把这一系列事儿给办了，然后等于对方收到以后，我就算是大阪 Masters 的会员了。然后呢，他们那些比赛是只有 Masters 这个会员才能报名，然后报名比赛也一样，也是在线填表，或者是那个发传真，或者是寄信，然后呢去银行去邮局，对，不是银行，去邮局汇款，差不多这么回事儿。然后未来的比赛就挺多的了，我4月29号如果能赶得及的话，会报名4月29号的一个场地的5000米。之后就是4月20来号有一个70公里的小比赛，可能不是比赛，就是去年在大阪城有一天遇到一位观众，然后我们碰到的那个70公里和100公里那个活动，那个甚至好多后边的选手都是有引导员带着，就是一个方阵出发的，想就当个长距离的训练。然后之后就是6月29号的韩国马拉松，那也不是目标赛事，大和元先生也去，主要是想玩一趟，因为6月29号挺热的了，一般这个时候，因为上次去韩馆就唯一一次去韩馆是那次佐吕间湖100公里之后，那虽然赶上了柯南剧场版那一年，还是挺有气氛的，但是因为确实是太累了，没有好好玩。这次去想在韩馆转一转，然后看看周边吧，有可能看看去哪儿呢？看看仙台什么的，还没确定。然后就是今年的下半年的悉尼马拉松、神户马拉松，这是明确确定的。然后特别想跑一次北京马拉松，看看能不能抽中名额吧。然后其他的比赛今年的还没有报名的呢，然后等报了再跟大家汇报。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秋季还会有一场目标赛事。我以后想的就是每年春季一场，秋季一场就好了。然后明年春季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跑基路，因为这边那个 Run Night 上有2个，就这边集章印章那个章，一个是都道府县的马拉松，就你点亮你在哪个都道府县，比如我在大阪府跑了马拉松，大阪府那地儿就亮了。还有一个是城，就是叫大阪城，就是城嘛，城的集章就有城的城市，然后大阪城、名古屋城、姬路城这些有城的马拉松。这个集章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行吧，那我就往家走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就在无锡再见啦。